本人男主没有魔力，却开着古代最强的高达，是平民出身却左右2大王室，俘获女主芳心。我觉得男主的命可比我好太多了，所以一直对破刃之剑反抗命运的主题没有什么共鸣。但当年精良的机体细节和作画倒是深深吸引我，以至于当我看到法爷宿舍这套千纸链蒂尔风时，很难不想占为己有。今天终于有机会和法爷一起来回顾这套2011年由 Chemical Attacks 设计的千纸链千大爷的立身之作《破刃之剑蒂尔风》。由这3只素体都是一样的，就先来介绍可动。头部干涉太大，左右平转摆头的角度都不理想，不过低头幅度还行，但是抬头受后方干涉，没法上台。从腰部开始就能感受到化学攻击团队的迷人设计了，接近45度的弯腰，后方不用填补，依然造型完整。胸腰套了2层球冠，但是分别都能左右转，配合上千纸链的模具精度，10年前起就没回过盒的老玩具，依然阻尼感极佳。又通过垫高腰椎的位置，使得左右侧摆得到45度的提升。肩部的设计堪称一绝，首先是用球冠包裹的蝴蝶肩，拆除肩甲后带来了非常恐怖的60度前后摆范围，而这个关节的另一种作用就是为大臂提供一段自然上抬，而真正的肩关节在肩胛连接处的外部依然可以做到90度的正常弯折，并且可以360度前后大风车，当然套上了肩甲也几乎不影响可动，关节的破布细节也有完美还原，即使是前端做360度的手臂平转也不会干涉到任何东西。不过这里曲肘虽然是双调关节，只有150度有点可惜，虽然也完全够用。然后来看到腕部，这里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，不能360度转动，只能180度的水平平转。手型替换的时候可以发现用的是这种关节，感觉是为了增加手腕的摆动，但看着很脆弱，设计失败的感觉。大腿的可动也是其次，前踢能够轻松的踢到头顶，接近180度，后踢自然也能到这个幅度，甚至于只要稍稍往外摆一点，那整个大腿可以直接抡回来。你以为是因为没有裙甲干涉？不，人家裙甲很大个，但只要稍微调整一下，侧台照样轻轻松松90度。可能是因为裙甲是跟着腿一起动的，但人家就用2个球冠做到了可动与造型兼顾。再来看看这腿脚的联动，脚部在前后垫脚的过程中，脚后跟一块跟腱一样的骨架会一起运动，很符合蒂尔风只剩下骨架的设定。膝盖部分也有联动，弯折到一半的时候会顶起，再往后折又会拉回去。这些联动做的真的非常不明显，但把玩的时候又让人直呼牛逼。这些强悍的可动让蒂尔风的 pose 张力十足，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合金它依旧成为了传说。最后来看一下这3只的差异，但其实除了涂装颜色，其他细节都大差不差的。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肩甲了，2型的肩甲是后期换的10英制的装甲，右肩还有国家标志的转印贴纸。全身暗银色使用了金属系全涂装，非常的工整漂亮，红色的点缀细节也完全没有异色或者出界的现象。一形态听法爷说是当年的杂志限定，他专门跑到香港去预定才买到的。由于这个形态是蒂尔风刚刚从10英结晶里面蹦出来，整个外甲理论上应该是原装的金属外甲，但几千年下来被腐蚀的都是气泡了，因此千纸链用这种锈蚀铠甲的颜色全涂装来还原。可以看到胸甲、手臂还有各处细节都有干扫的做旧，以及金属锈蚀的气泡细节质感。而一形态的破布细节也确实比其他2台的稍长，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台。最后来看到城墙形态，主要就是2形态换了头部和胸甲的造型，红色部分用的依然也是涂装，不过设定里城墙形态是其他 Golem 残留的甲片拼成的，千纸链这里喷的太平整了，个人认为差了点意思。最后来装城墙装甲，首先胸部有2片小的装甲要先给扣上，左边有一块移印标，右边的没有，2边都要装上，增加装甲的层次感。2边的脚尖也有一块红色的装甲，直接扣到脚尖上就行，简单粗暴。膝盖也有一块补强的装甲，也是可以直接搭扣到膝盖2侧的后面，非常的牢固。然后裆部也有一块装甲，我觉得这个整的有点小，护不住髋部，难道是护那里的？最后来装2片手持的城墙甲，手型得换成专用的握持手，然后把手持架打开，手扣到最里面捏住架子，把手肘放平，然后把架子扣回来。锁住之后，手部的盾甲就已经很牢固了。这里偷了点懒，手持的盾甲和肩盾甲已经提前连接上了，主要这里有一段很短的机械臂不好装。
最后把尖盾甲内部的肩甲扣回肩上，整个的搭载也就完成了。对侧也是同样的，搭载完成后非常的紧实，一点也不会松动。此时除了前踢，腿部基本也不会被干涉，手部依然具有一定的前后可动。真想让之后推出的黑百合看看外装甲的马甲到底得怎么设计，怎么个搭载。整个过程几乎没有用到什么繁琐的机构，除了连接的机械臂，甚至都没有使用插销来连接，这才叫设计。最后展示一下城墙下的武器挂载，首先还是要翻起架子，然后把刀从中间穿过去，刀柄根部的连接件是提前插好的，之后把连接件搭扣到挂架的根部，用应力扣住就 OK 了。搭载完后可翻下来，就会朝向后方。而另一边的大件可以正向的插进去搭载，也能反过来插进去搭载，用的都是同一个卡槽，虽然很大，但搭载完以后很牢固，本体站得也很稳。总结一下，这一套蒂尔风让我无限感慨，不愧是能设计出 MB 命运高达、漫画雪边装甲和红莲罗岩的神仙团队。Chemical Attacks 出的每一座都是可动造型联动，一个不落，处处是爆点。如今破刃这些漫画都完结了，激战依然没有混进正作，然而这个 IP 却曾出过这样的生物，不得不说真爱粉的幸运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看更多有意思的魔玩评测分享，记得关注我哦。